古有周封王烽火戏诸侯，为博褒姒一笑，西周亡了。今有大熊下大雪，为得静香一笑。日本要变成第二个西周了吗？圣诞节到了，处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小夫家的派对布置也只有3个字：高端大气上档次。所有的准备完成后，静香总觉得差点意思。如果能来一次让整个小镇银装素裹的白色圣诞节，那才叫得劲儿呢。可惜东京在12月会下雪，那才是奇迹。连静香自己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大熊看到静香失落的样子，就知道泡妹的绝佳机会来了。一听静香说要嫁给能让天下雪的人，大熊屁颠屁颠就让蓝胖子赶紧套道具。可蓝胖子挠着屁股说：“你还是个小学生，没到法定年龄。”大熊觉得蓝胖子这是无情冷酷、无理取闹，是自己爱情路上的绊脚石。蓝胖子脸皮薄，只好拿出了一个道具，开关一按，窗外瞬间雪花飘飘。可开窗一看，搞啥嘞？又拿小孩玩具忽悠我，忽悠失败。蓝胖子又拿出了4季徽章盘，调到冬天，房间里立刻下起雪来。大熊还没嗨过3秒，蓝胖子就给了他当头一棒，道具只能作用于半径3米内啦。大熊一听，整个人都泄气了。不过大熊虽然背书背不出，惦记蓝胖子的道具，那记性比谁都好。不是还有天气控制箱吗？蓝胖子把雪天的卡片放了进去，但机器一阵抖动后，什么也没发生，看来是坏了。蓝胖子放弃了治疗，丢下大熊跑了。大熊不死心，决定自己来修好它。可小学生哪里学过电子回路啊？难道当场晕倒？于是大熊决定使用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修理手法——打。小锤40，大锤80，80，80，80。但那铁王八却岿然不动。就在大熊绝望的时候，窗外竟然下起雪来，连蓝胖子都看呆了，让大熊好好的臭屁了一番。第2天，小镇真的迎来了白色圣诞节。大熊迫不及待的想在小伙伴面前邀功，却反手吃了波胖虎的雪球丸子，美名其曰是还给大熊。被砸成 OTZ 状的大熊一看到静香就满血复活，刚要问问静香提亲的事儿，就被小夫扬起来的雪浇成了雪人，眼睁睁的看着静香跟小夫跑路了。就连蓝胖子也背叛了大熊，大熊气得五官都拧成了一团，势必要让雪停下来。妈咪妈咪轰，大雪给我停！可完全不管用，大熊又来了一套铁砂掌加连环腿，机器却毫无反应。眼看着雪越下越大，快递小哥等人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，甚至让别人一家无法团圆。大熊越来越愧疚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开始铲这场因为他而下的雪。就连胖果小夫要他去他们家铲雪都答应了。大熊告诉了静香天气控制箱的事，静香听了之后没说什么就走了。没想到静香竟然是去拿铲子和大熊一起铲雪，他用行动告诉了大熊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两人到底还是小学生，累趴下了也没铲多少。眼看日本都快被雪埋了，蓝胖子上哪儿去了？说蓝胖子，蓝胖子就到，原来他也泡妹去了。蓝胖子打量了一会儿机器，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是坏的，也就是说这场雪是真正的奇迹，不应该让大熊和静香来背锅。晚上，小伙伴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快乐的白色圣诞节。雪既然不是大熊下的，那静香还会兑现承诺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别看蓝胖子圆乎乎腿还短，可到了运动场，其他人都得是弟弟。人狗接力棒玩的那叫一个溜，老妈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信纸。这时一架信纸飞机从天而降，原来是大熊和蓝胖子这俩熊孩子又在败家了。玩嗨的两人连凶神恶煞的老妈来了都全然不知，一本信纸被用个精光，老妈直接开启满级咆哮。蓝胖子本想当个和事佬，但老妈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熊孩子。这下蓝胖子只好拿出真本事了，他让老妈把10元投进有用物品贩卖机里。老妈此时最想要的信纸掉了出来，这才免了皮肉之苦。这么便宜的贩卖机，大熊也想来上一手，可需要蓝胖子来买账。一发10元，竟然得到了一把钱。赌狗心里作祟，大熊一股脑的把钱都投了进去，想着钱生钱。可一阵爆炸后出现的是垃圾桶盖、接力棒、扑克牌、肥皂和毛巾，还有一本看过的漫画。贩卖机怕不是被大熊的骚操作搞坏了吧？正在这时，小夫为漫画书的事儿找上门来。尽管书是被胖虎从大熊手上抢走后才弄破的，但小夫是柿子专挑软的捏，点名大熊负责。多亏有了贩卖机给的同款书，才化险为夷。只可惜两人一时嘴快，说漏了贩卖机的事儿。小夫拉上胖虎就把贩卖机给扛走了，留给大熊的只有那堆破玩意儿。刚被人抢了道具，大熊又一脚踩在了狗尾巴上，两人撒丫子就跑。大熊还单纯的以为垃圾中的接力棒会出现奇迹，
可恶狗照追不误，两人一溜烟逃进了附近学校的操场里。大熊一个平地摔，蓝胖子下意识接过了大熊手中的接力棒，结果成了恶狗的盘中餐。要不是蓝胖子最终把接力棒扔出去了，怕是要被拆成一堆零件。本以为来到空地就安全了，可恶狗还懂得提前蹲点埋伏。大熊条件反射，一个垃圾桶盖就扣了上去。可管子它有俩头啊，被狗追已经够惨了，天空还很应景的下起雨来。忽然蓝胖子眼前一亮，两人立刻躲进垃圾桶里盖上盖。提心吊胆的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随后又是眼前一亮，来人竟然是媳妇儿。多亏了静香，他俩才得以脱险，还吃到了小饼干。大熊膀胱一扫，想玩扑克，可也就巧了，扑克竟然少一张，看来少的就是这张红心 A。小夫和胖虎这会儿还在钻研贩卖机呢，他俩一个穷的只有扣子，一个富的只有1000元大钞。胖虎干脆拿扣子凑数，想换口香糖，可未来黑科技怎能被你轻易骗过？胖虎不死心，又拿了真正的10元，要换今天的作业答案。小小的洞口钻出个大大的脑袋，有老师的监督，写作业的速度那是嗖的，可100%的错误率，直接被走廊罚站，还直接被叫了家长。俩熊孩子的鬼点子还贼多，就用口香糖把钱粘了出来，老师怎么来的就怎么送他回去。小夫又扔进去2个10元。出来的却是大熊同款的毛巾和肥皂，觉得是大熊故意拿个坏道具来坑他俩。不肯放过大熊的还有那条狗，真是前有恶人后有恶狗。恰巧一辆车驶过，众人变成了小泥人。这下可算明白毛巾和肥皂是干啥用的了。那么小伙伴们，现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对胖虎展开真人版球球大作战，反被胖虎和狗盘出褒奖，透过屏幕都能闻到味儿。求求你俩做个人吧！屁股开花，头肿脚轻，蓝胖子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大熊。先是被胖虎一拳爆头，然后被狗子爆局，路上又被儿童车碾了脚，惨，太惨了！为了救大熊于水火之中，蓝胖子拿出了一瓶球鱼变身液。球鱼这种动物在遇到危险时会卷成一团来保护自己，滴上这个变身液后，人也能拥有相同的技能。大熊让蓝胖子试用，给蓝胖子吓得反手就给大熊来了一滴。大熊一弯下身子就变成了球，抬起头又恢复原状。跃跃欲试的大熊下楼时一脚踩了个空，变成球咕噜噜的滚了下去，还砸碎了盆栽。老妈直接暴怒，真是3天不打前列腺肥大，还敢在家玩保龄球。熊熊的出门必定不会平平无奇。大熊变成球弹开了棒球，连梯子砸下来也不能伤大熊一根毫毛。可反弹回去的棒球却把胖虎头上砸出个40米高的大包。大熊还要再给他加一把火，挤眉弄眼加扭屁股，把仇恨全拉到了自己身上。胖虎一追过来就变成球，一连串神走位让胖虎不仅踢不到他，反而摔了个屁股蹲。为了不变成胖虎发泄的陪练靶子，小夫一溜烟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本该出门上学的大熊来了一手反向操作，直接变成球一路弹到学校去，这可比走路快多了，而且还能调戏一下胖虎，真是一举两得。放学回来后，大熊忍不住安利蓝胖子，可他还是不想用。空地上，小夫又在聊静香，大熊忍不了，自己变成球滚了过去，一发入魂。看到球变成了大熊，小夫和静香一愣一愣的。地上变身液后，他俩也能变成球了。3个球各种飞檐走壁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可就算静香邀请，蓝胖子还是不愿意用变身液，宁愿当一个观众继续看他们玩。小夫和静香都成功的一击打倒所有汽水罐，然而变成球的大熊一如既往的倒霉，被地上的石头绊飞后，正好砸中在遛狗的胖虎。大熊有难，纷纷逃命。更过分的是，小夫和静香竟然变成了球，妥妥的把蓝胖子这个队友给卖了。生死关头，蓝胖子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胖虎走过来一看，傻眼了，怎么哪都是这种球？危机解除，原来蓝胖子之所以不愿变成球，是因为变成球看上去就剩个大脸盆子了，而且还复原不了了。他现在只想在被大熊笑话之前变回去。说到大熊，众人才反应过来，这人咋半天没动静呢？3人只能纯人力搜索大熊。蓝胖子凭借形状优势滚了墙缝，他追上闪过的黑影，才发现那竟然是一只老鼠。蓝胖子立马尖叫着圆润的滚走了，刚逃脱老鼠的魔爪，又不受控制的滚下了坡，一路天旋地转的撞到了墙上，这才恢复原状。大熊也没好到哪去，胖虎捡到他后就给狗玩了，把狗子高兴的直舔。接着胖虎又把它当成椅子用，俗话说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，胖虎2样都沾了。然而大熊根本不敢在胖虎面前复原，只能乖乖的当酷哥的玩具，被胖虎带回了家。
到了晚上，大雄才灰头土脸的回了家。就算他不说，蓝胖子也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连胖虎的台词都猜到了。小伙伴们知道蓝胖子是如何猜出来的吗？